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这礼拜啊，真的是老师，各位有没有看？老师其实很用心的，我一个礼拜已经到5更了，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是2019年刚开频道那样哦。这个礼拜我已经5更了，我也蛮佩服自己的。不过我觉得这种随性更的方法，我觉得还不错啦，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呢？好不好？哎，之前有人说老师可不可以每一周2、3次直播？这个直播我是办不到了，但是呢，那个零更我还是可以办得到，这样比较可以跟上这个 tempo 吧，好不好？来好，那这礼拜首先要讲一下哈，我们下一周啊，我们就要在4月18号就是我们的离斗，就是补运法会了。所以是说呢，大概下周四嘛，好像下周四吧，我看一下，在4月18是下周五哈。那我们大概礼拜四的凌晨哈，我们就会停止报名，应该是礼拜三啦。礼拜三我可能提前到礼拜三，因为拜斗这个补运啊，这个事情啊非常的繁琐哦，它准备的东西很多。那这个可能要提早结束会比较多啊，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还是请各位先报名一下，一年就2次，对，一年就2次，那我要多也没办法哦，这个就只能2次，我这个我们办事情啊，要神明同意，好不好？我不是说今天有人付钱，那砸钱砸我，然后我就给你办，不行啦，有些东西是不行这样搞的，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的，但是就是不行，好吧？就这2次。那再来，我们之后还有我们的补财库法会哈，那个补运跟补财库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之后还会再宣布补财库，说不要着急的问啊，一定是在端午节前后我们会补财库，因为纯阳啊，就是5月5日啊那个纯阳法会啊，那补财库啊，效果会比较好哦。当然也有人说你一年四季都可以补财库啊，当然我相信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老师会挑效果最好那一天嘛，对不对？这个要补要做就做到最好，是不是？那还很重要的，好吧？啊，有人跟老师咨询啊，现在八字课还有没有在开？有，一直都开的，好不好？你要学八字的，你在我们下面赶快去点一点，好不好？学生不怕多，就怕找不到要学的人，好吧？这个老师的技术啊，都是要传下去的哦。我没有是说我要看一藏着，然后给我小孩，没有哦。我小孩学不学我还不知道呢，但是要学的我都会教，好吧？都会教。还有另外一个风水的东西啊，这个大概，老师再考虑一下价格，还有那个课程表，我把它安排出来哦。是已经开始录了啦，但是就是说外面还有一些实景，比如说是不是从报名的学生里面。哦，那我们去你家或是你的办公室当成那个演练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就不是老师自己找一个地方，然后自己自说自话了，好，就是从我们已经报名的、已经缴钱的缴学费的同学里面呢、哦，那我们挑一些，然后问有没有兴趣，我们去他家里面，或者是他的工厂公司，那我们做实地的案例解析。当然，你也必须要授权其他同学可以看到老师在参与过程之中的解析，不能说啊我去你家说，可是你家不想给别人看，那就只有我跟你讲，然后这样结束了，不行哈，那是看风水的另外收费。但是你要变课程的话，那我去看我不收费啊，我就不收费。但是呢，你的内部啊，就必须给我们的所有学员去看，好吧？因为这个实地啊，好，我们要去做风水的时候啊，当然是走到千家万户里面去啊，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当然，这个实际上怎么样呢？老师请容老师再思量一下。但是老师会偏向的是说，从已经缴费的学生里面去看啊，怎么去做。当然。这个基本上那是以这个海峡两岸的地方哦会比较合适，就是老师如果有去上海啊，有去沈阳，有去福州那的时候啊，那我刚好你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把你的地方来借来用一下。但是如果你在英国、澳洲、加拿大这几个地方，老师半年内都没打算去，那你就不用排队，那个不会轮到你的，你就看其他同学的一些作品就好，好吗？哦，今天早上鼻子好痒。好，开始哈，那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川普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就在昨天呢、他直接怎么样豁免关税？这有人说啊，这个川普跪下来了，跟中国已经开始做妥协了，就是说你不让我没关系，我让我自己总行吧。所以说啊，他在对等关税的时候，他留了一个后门，也就是说开了一个豁免管道。那豁免管道是什么呢？豁免管道当然就是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就是它的电子产品啊，就是包含电视、电脑啊之类的一些小家电电子产品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其实是大量的啊，台湾也有的，台湾牌子有，但是大部分都是 Made in China 的东西。这个当然是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它要避免现在美国它的物价一直飞涨，因为现在有些人在美国超市里面购物啊，竟然还增加了一项，不是税金而已，而是它上面写的是关税附加费，在境内，在这个国家以内啊，你还要收到海关的关税啊，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已经被他们课征了关税，所以是说你必须要缴这个关税附加费。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又是在哪里呢？又是在于是说，他今天已经开始豁免了这些关税。那么这些关税啊，就包含了手机啊、计算机啊、半导体设备啊、集成电路这些20几类商品。哦，那你有那个免税啊，这些免税状况之下。你过去已经缴税的，他们已经突然宣布的嘛，说一定还有东西要陆续报关，报关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去缴税了？
那么已经缴税了，你居然还可以申请退费，这个有没有觉得真是绝了？你知道吗？等于说他之前他一直想要去补破啊，就是我之前做错这个策略啊，那我就还说我没错啊，但是呢，你既然已经做错，怎么补回来了？就只能说啊，免税豁免，就是这些东西我不给你课税，然后呢，你已经课到税了，我还还出去。那之前欧洲就会笑他，你以为你征了很多税，到最后你也真的没几毛钱。那现在不得了了，现在连已经征上了几毛钱，你还得再吐回去给这些进口商。为什么？因为进口商他们也是他的金主嘛，比如是说有一些是做亚马逊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啊，这些东西你就变成豁免。那这样的豁免状况之下，那你又有可能中国有一些中小型的商家啊，比如说从 Tmall 那边销售的东西，也包含了这些手机、计算机、半导体设备啊、集成电路这些等等之类的，它也有可能直接进去，你也是豁免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有人说他在回收他的政策，撤回一条关税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对美国是不是好事情？有人预估啊，就是别人讲的，不是我的看法，好吧？这一下讲的这些看法是这网络上的看法，一些专家学者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好吧？他们有些看法就是明天啊，周一的时候啊，那这些股市可能就会大量的飞涨起来。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豁免了关税，代表是说你认错了。那你认错了以后，你会不会改？那这个就是大家就有个期盼，因为至少你已经开始认错了嘛，只是你嘴巴上不认输，但是实际上你开始做弥补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对等关税已经取消暂停90天了，那是不是天下太平了？这是不是我们要特别在意的事情？对等关税取消，那他应该也不大敢再去开放这个对等关税了。说实在的啊，其实之前老师在做那个节目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对等关税要再启动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真的是比较低啦。为什么？因为你一次错之后，你来第90天之后，它大概就是展延，不断的展延，就跟 TikTok 一样，它就一直不断延后，延后，延到最后大家都忘了，那我就直接取消，偷偷取消，反正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一次他对等关税本来是要逼迫中国放弃他的 TikTok， 中国不理他，你知道吧？他完全不理你，你爱咋地咋地啊，咋地吧？你想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就不管你了。所以现在 TikTok 这个事情啊，也可能会不了了之，因为你的民怨已经够大了。你现在把 TikTok 的去取消啊，或者是你要把它拔掉，或者让它关门，其实这个都不是很好的办法。再加上你跟欧洲在这一次啊感情已经破裂了，因为这一次你突然增加这对等关税啊，你并没有跟欧洲商量，而且开始征关税之后，你也没有给欧洲一些后门，就是说啊，我们自己兄弟对不对？美欧一体化，是不是？欧盟你可以来特别跟我谈，说欧盟可能特别展延30天啊，其他国家立刻征税，这还有点话讲，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拉帮结派，就是我跟你特别好啊，你是我白名单啊，这个可以谈。对不对？但是没有说欧洲现在对特朗普非常感冒，对川普特别感冒，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欧洲也可以暂停实施我这25%的关税。记得欧洲说的是暂停实施，他没有说我就取消了，也没有，因为你暂停90天，那我就暂停实施我25%的关税。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你今天假使禁止了 TikTok 之后，欧洲它可能不一定会 follow 你的脚步。所以川普为什么他进行了这招就变成万人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跟各位说。特朗普、马斯克合在一起就是以示变法，就是以前的那个戊戌变法一样，光绪帝的戊戌变法一样，这么你仓促的上阵，然后呢拼命的砍，对不对？砍到后来你无人可砍了，就是你一直砍到你后面，你想用的人也没有了，百姓也无所适从了，你连教育部都可以取消了，是不是？你连那个美国大学啊或高中他们那些华裔学生，你也得把他们驱逐出境。甚至连你们这国家里面的已经取得合法身份的这些移民啊，这些难民啊，你要把他吊销他的合法的签证，那合法的工作许可或是合法的身份，这些都是不合宜的，因为你是一个强国，一个唾沫一个钉，是不是？你就是说到就要做到，话最为叮当，你讲话就是要算话，别人还对你有信心。对不对？你坚持不让人家进去就算了，你进来的东西那就是自己人，那我们就合作就可以了。后面的人不来了，保护你们既有的身份，还有既有的权利。那么这些人都会变成你的什么既得利益者的庄脚，那他就拼命的去维护你的身份跟地位。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有的是你给我的，对不对？那我就嘿，是不是？我就可以替你说话，甚至是帮你做一些文化的输出，或者是一些什么水军之类的，特别帮你讲好话，美化你的一个存在，这是可以的。但是人家已经有的，你把人家驱逐出去之外，而且你还要吊销别人努力来的、给你申请来的一些文件，那代表是说你是言而无信之人，知道没有？就是无耻之徒啊！那这个状况就变得比较糟。就像特朗普他做什么事情啊，都会变成寸步难行，因为他没办法去搞定这件事情。当然，很多台湾朋友就担心，老师之前讲那么严重，那台湾是不是就已经没事了呢？千万不要这么认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知道特朗普啊，他现在所面临到的是美国的一个国债的压力，但是台湾不在内啊，各位了解老师意思吗？全世界很多人买了美债，但是台湾也有买，但是买的不可能比日本多，也没办法跟中国大陆去抗衡，这很现实吧？对不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对于美国并没有任何的议价筹码。虽然这一次我们有半导体被豁免，但是那是对他们有用的。而特朗普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要科技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他发现这个工厂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谈，这些所有关税都行不通的。那么科技的霸权，你是不是应该牢牢在我手上？那么科技现在在谁手上呢？在美国手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已经在他手上了。但是你有技术，你没有设备，你没有这些产品，你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他未来一定会去处理台湾的问题。它问题就是什么？因为台湾有台积电，有这些周边的这边的这些工厂，他已经放话了，就是我尽快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移到美国里面去。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会做的在那个地方，做得慢不要紧，至少我做出来了。这是不是一个政绩？那个就是一个政绩啊！我可以生产很慢，我良率在台湾人过去就可以变高，但是至少我有办法。对不对？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台湾它一定会把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的集群，尽可能的都挖在美国去，而且对他来讲那是当务之急，因为他其他的全部失败了，几乎都全部失败了。但是台湾这个它是势在必得的，而这个对于中国来讲也是没什么关系。你有本事就把台湾台积电移去。对中国来讲，其实损失并不这么大，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中国现在就自己的光刻机，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研发技术，那么它就不一定要就盯着台积电，你非给它这个高精尖的一个晶片不可。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晶片啊，它最主要用的当然就是 GPU， 还有你的一些手机，你用到这些比较尖端的东西，你是可以用的。但是对于像中国现在的最重要就是电子汽车还有人工智能，还有这些他们其他的设备。还有电池这三样东西，其实并不一定是需要你3奈米的制成的晶片出来，它可以用其他方法，比如说以量取胜你本来可能只要10台就够了，它给你来个100台，行不行？毕竟他们现在的国策就是走高精尖，他们既定的国策是这样，所以说3个臭皮匠赢不了一个诸葛亮没关系，我30个臭皮匠就赢过一个诸葛亮，不够，我3000个臭皮匠，我干你一个诸葛亮，我干不能赢？干得赢，就一定赢得了的，对不对？因为人多嘛，抽也抽得出来，冲也冲得出来，更别提他们现在自己的 DeepSeek， 虽然现在有点被玩得有点笨了，但是实际上啊，它的反应速度跟它所有一切还是在这个 AI 界还是属于领先的。像它现在好像有推出新的模型，说未来的发展速度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那么有没有台积电？就是在于有没有锦上添花的意思，而且它最重要的也不是晶片，而是它的内循环，跟它还有其他跟盟国要去建立关系的管道。因为现在美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不用怀疑，所有人，包含连加拿大跟印度他都得罪了，他能够得罪的，他全部都得罪了，一个都不落下，连只有企鹅的岛他也得罪了企鹅，跟企鹅征关税啊，对不对？他连企鹅都得罪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已经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可以施力的空间，所以说中国现在习近平他准备去西班牙，准备去一些南美国家去开始访问。为什么？你要固装，那些人就开始慢慢的往中国去靠拢。这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所预测的结果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你不要的人我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远交近攻这个概念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有了这也不是什么新闻。所以这个模式来看其实对美国现在的状况是很不利，而且是非常绝对不利的一个状态。而这个东西更有意思是什么呢？在美国的他们的那个劳工部长也在这个关税期间他发了一个豪语。什么豪语呢？他觉得美国劳工部长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是美国劳工部长说的。他说这个越南实在是吃美国够讲美国告搞的事情。然后什么告搞？因为他们的这个越南是吃掉大部分的纺织业的工作机会，因为越南48%的纺织出口是跑到了美国去，所以是说呢，他们决定要去跟越南抢回他的纺织业。跟越南抢纺织业，这个是美国的高级官员劳工部长所讲出来的话。你跑去跟越南人去抢这个纺织业这件事情，他是有怎么样的智慧跟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灵感让他讲出这句话的呢？当时为什么纺织业会从美国移出去呢？那先移到哪里去？纺织业先移到香港，然后再移到台湾。台湾以前也是个纺织王国各位可能太年轻也不知道移到香港。香港当时也是很流行的地方，他们也是很多纺织业，对不对？那个谁
那个祝枝山那个讲那个演祝枝那个唐伯虎点秋香演祝枝山那个，哦，他以前是开纺织厂，赚的不要不要的，后来倒了。然后呢，他后来移到台湾来说，台湾也有这个纺织业极盛时期，但是好像也维持不了3-5年，然后又移出去了，移到哪里去呢？移到中国啊，移到中国过去了，又移到越南啊，一直不断的去后来迁徙到越南、泰国这些地方去做纺织业。为什么它会一直移呢？因为纺织业你的利润并没有这么高，当工业化进行之后，纺织业的利润就会一直不断的下降，因为你要出来这些快时尚，你一件衣服你可能真的是穿不了3个月你就要换了，当然不能老是这种男人去比，我一件衣服穿了30年都还在。对，那个不一样啊。但是很多人，你比如说小姐啊、太太啊，哈，他还有一些小孩子，你不可能穿30年嘛，对不对？我现在还穿得下我国中穿的衣服，是不是？啊，被我撑大了。所以它一直会不断的往低成本的地方去，因为纺织主要是那个机械可以，那你其他的整染技术你是可以去分拆出去的，但整体而言，你就是往劳动的价格低的地方去。所以说呢，他从美国到了香港，香港在薪资涨起来跑到台湾，台湾薪资涨起来跑到中国，中国薪资涨起来了跑到越南，因为越南的人工成本只有中国的1/3。就是这么低，哎，就只有1/3。那这么低的状况之下，那当然就是说它可以有这个利润过去，因为我人口低，但是我卖给你的价格稍微高了一点，那越南就有这方面的利润在，因为就是赚他们的一个代工成本。好了，那答案就在这里出现了。既然越南的薪资这么低，美国人的薪资这么高，而且还在节节上升之中，因为你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嘛。那么你还要去把低价工人的活拿去给美国的大老爷们去做，那请问你一件衣服到底是卖10块美元，还是卖100块美元呢？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就有争议在了？你把它拿回去之后，你百姓的衣服都买不起了，因为一件 T 恤你10块钱、20块钱、30块钱美元可能就有，但是呢，你放到美国人去做这一件没有100、200、300美元，那还真卖不出去，因为光个人工的成本就已经多少？人工成本1个小时就算它12美元好了。对不对？难道你一件衣服就一个人做吗？是不是你那个流水线过去，说纺纱所有这些东西过去，那你这一件衣服啊，光出厂价你可能就100块了。你更不用说你到零售价，零售价的话，那你的电源成本又高，对不对？每一个人是搞不好放纽约去，一个人可能在20块美元1个小时，那你这个衣服谁穿得起啊？那你搬过去，你东西卖不掉，你什么办法呢？就没办法。所以说，美国整个的内政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所以当特朗普他们要上任的时候，老师跟各位讲，特朗普里面的内阁真的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FBI 的老板居然是之前最反 FBI 的人，然后你去带领 FBI，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你的国务卿只当过好像是众议员，当了他当了几年1-2届而已。然后你让他变成了国务卿，他完全没有外交的经验，然后你叫他当国务卿，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你把国防部长拿去给个律师做一样。哦，没有说谁，我没有说谁啊，我只是给举个例。国防部长可以叫文人做吗？可以叫律师做吗？不是很理想，对不对？是不是？那可能不是很理想。我说指美国了啊，我没有说其他地方，亚洲可以，好吧？台湾可以啊，世界各地都可以，但是美国不大行，因为他是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所以他的国防部长千万不能是律师来当。各位这样同意老师的意思吧？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我也没办法。你听不懂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我们就发现他要去做的经济的活动跟产业振兴是完全没有这样概念的。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去注意到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当这次关税他要做对等关税状况，它的一个大标题是什么呢？我就要跟各位去做个公平的贸易，你们不能一直占我便宜嘛，你们都一直赚美国的钱，那怎么得了呢？对不对？这不行。所以说呢，你要让我赚我的钱，那么你得缴钱给我，哎，付我关税。啊，他大棒是这样。那如果你不想缴这么高的关税，我们也赞成，那你就花钱来美国投资，啊，来美国投资建厂。所以说，让我们的什么，我们有几百万良好的工人，就他这么讲的，我们有非常几百万的好的工人，准备等着上岗去拧螺丝。那这才前几天的新闻嘛，对不对？这应该各位没有，应该还有很有印象啊，应该没忘记。所以他们就说，哎，我们很多美国优秀的工人，他们等着上工，好，可以去拧螺丝啊，进工厂啊。对不对？开始提桶入场了，是不是？就享受了你这个稳定的人生。只要你进场，是不是？那你完全这辈子没烦恼，那个老板养你一辈子。那问题就是，你既然讲的关税是可以让大家进到美国投资，那么问题来了，你现在又说我可以暂缓90天，然后又增加了豁免，那请问一下，你这些的厂是不是就不用到美国投资了？那么你要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
你是不是你一开始到美国再次伟大，就是需要所有人到美国去投资建厂，而且你用关税这个最美妙的字眼来去做促使它这为手段。那么现在没有关税了，90天之后80%也是没关税，可能对台湾还是会有。对台湾或这些小国家，他还是要拿回点面子，他不能够再也不去克，他一定是要克，但是他对大国不敢克，所以我们当时说他对大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做了这个预测，各位觉得老师有没有说对呢？他对小国绝对有办法，但对大国他没有办法。所以说后来是不是欧盟跟中国完全不理他，对不对？有人说老师你一个算命的，你搞这个财经频道干嘛？没有，我做预测，我预测有没有对，你就说我有没有说对吧？是不是？你这总是有说对的吧？对不对？他对大国没办法，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完全没办法去履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行业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再而就是他对中国为了要下这个楼梯，所以他对中国进行了145%的关税。那现在已经豁免了电子产品了这个我们先不提。你就针对中国进行了145%的关税你面子有了，对不对？我就是针对关税吧很多的我们的有一些大地颜色、青草颜色的朋友就说，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他就是要针对中国，所以是说呢，现在他真正图穷匕见了，他就是要针对中国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了，观点不一样，我们都可以去理解。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中国它进行了反制措施，已经到达125%吧，我应该没记错，125%的关税，而且中国也放了话，现在美国的商品进到中国去是完全没有竞争优势，所以是说以后无论美国你增加到200%、300%、400%、500%，无论你要趴多少趴，我们都已经不会再跟你做回应，中国不跟你回应了，我不跟你谈了。潜台词就是我不跟你谈了，以后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就做，我们不谈，完全不谈。等于封闭了两边可以谈的管道，除非你降下，你把这个制裁给降掉，但是一降掉，那你脸过不去。所以川普他就说他就说我就一直在等中国电话，中国一直不打给我，我知道中国想跟我谈，所以说呢我在等他电话这个讲什么呢？这讲的实在很奇怪，这个有人就形容我知道林志玲很喜欢我，只是他还没有勇气打给我，我还在等他打给我。这个不是很好笑吗？这真的是，我听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哇，你这种人当美国总统也蛮有趣的。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我说真的，特朗普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现在变这样的，我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真觉得奇怪，我知道他想打给我，他一直想跟我谈，只是我在等他电话还没打给我，那不是跟幻想没有什么两样吗？你是自恋到一个地方，你是必须要有一个程度的这个程度我真的觉得有点过了。但是问题发生在哪里？中国对它反制之后，像这几天，中国就跟巴西好像吧，跟巴西就买了44团的大豆，44团的大豆你知道那个是多可怕的量中国有14亿人，这相当于他们1/3的人口所要用到的大豆油，他们的一个量。这44艘原本他有可能去美国去采购美国的大豆，然后来去给中国。但是现在不要了，因为中国现在给你就是反制关税，包含大豆在内，所以说我根本就不需要跟你美国买，我去其他地方买，哪怕运费贵一点，我还是买得到，没有差别。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完全重创了什么？重创了美国的这些酪农业。你大豆卖给谁呢？有多少的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在同一个国家里面，然后它可以消耗掉你的大豆呢？你大豆东西难道你不卖掉之后，你请问一下，你明年难道不种吗？你还有库存，你种不种？就这么简单，农业就是这么一翻两瞪眼的东西。今年丰收了，卖不掉怎么办呢？你只能选择贱价卖掉。你可不可以收藏起来？可以啊，但是你新的作物你要不要种？新的作物不种，那你后面你的土地可能就面临到其他的整改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它这个库存卖掉了，你新的又不够，那又怎么办呢？所以你到底要种还是不种？那如果你一种，那么很简单，明年如果也没有这些业务，也没有这些生意，那么我新生出来的大豆我要朝哪里去？我旧的大豆已经在仓里了，我新的大豆我又卖不掉，不要说卖不掉了，就是没办法销到这么多，那怎么办？那就变成你2倍的库存，2倍库存也就算了，好吧，也就算了。问题是你要去做农业，你不是只有地就好，也不是只有能源就好，你的还有包括你的种子种子也就算了。你要不要你的肥料，对不对？你4季施肥，那个肥料用氮肥、磷肥、钾肥不一样，那你还要去考虑到你的农药的问题，那你要不要防虫害，对不对？等等之类的这些肥料农药等等，还有人工的维护成本，这些都是钱。那你撑1年这样子过可以，第二年呢？
第三年呢，你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农民的生存呢？美国农民或是世界各地的农民都一样，只要是农民都不发财，粮商除外啊。我说的是农民跟粮商不一样，农场他是农场主，农场主他不发财，但是粮商发财哦。这个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一样，你当粮商的哦，他都是发财，因为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民以食为天嘛。你干粮商的都会发财，但是干粮商也没这么好干，你本要很厚，你不能只买一个农民或几个农民的，你要让它形成一个经济规模，那你的手上的钱要厚，那钱哪里来？那你跟银行家要不要有关系？跟政府要不要有关系？说粮商没有这么好干哦，这个是真的是蛮困难的。以前胡雪岩也干过粮商啊，说他发到一个不要，他不是只有银楼，他不是只有那个，那不是只有开钱庄，他连粮商他也去干，他还做了什么？做了那个丝绸，他就后来就败在丝绸上面。对不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你农民要怎么办呢？没有人啊，你其他国家，你在墨西哥多少人？你叫纽西兰买嘛？不可能，对不对？你叫欧洲买嘛？欧洲自己有种，就算没种，欧洲才多少人啊？欧洲才多少人？你怎么跟中国比呢？然后他卖给印度吗？对不对？印度自己不产粮食吗？都会有产，会有吃，他买不了你那么多。所以在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结构来看，你能够消耗到美国这么大量的农产品在单一国家的，目前只能看到有中国这个能力，其他的你就变得分销啊，那个是差很多的。不要小看中国只有20%到30%的采购在靠的是美国大客户，你少这20%跟30%，你美国的农业就可能亏损，那些农场主可能就会亏损了，因为做农产品没有这么高的利润哦。说真的，农产品没有这么高的利润。过去农民都不发财，都是穷啊，就是穷。那现在农民有钱了，所以卖地啊，不一样。台湾就是一句话叫产条啊嘛，对不对？田桥仔就是什么？你这个田本来就是贫农的，对不对？本来就很辛苦的农民，但是呢，时代不一样了，我不种田，对不对？那我就把地卖了啊，变更一下，农地变建地，然后卖出去，转手就100倍的价格，那不夸张，有的真的是100倍的价格。那你就变成田桥仔，就是没田了，但是我高和也有够有钱的，就是在这个状况。所以现在美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供需开始失调，你既要去维持你国内的一些百姓民生，所以你就不得不豁免，但是你要维护你的所有的出口，但是中国不买账，所以你变成外面有压力，内部也有压力，加上它现在物价要飞高，你能够赚钱的只有特朗普那两个好兄弟，一个赚9亿，一个赚25亿美元。但是现在又有人要准备弹劾特朗普，就是什么提告特朗普说你是不是操纵股市？这肯定是操纵股市啊，这个不用去想为什么他有操纵股市，因为他都自己讲是说4个小时前他跟他的朋友讲，你们要赶快买股票，现在是买进的好时间。然后4个小时之后他就说，我们现在要取消对等关税90天。这明摆着，这个都是有公开新闻的事情，这个不是老师自己在胡说八道的事情啊，这都公开新闻，各位上网去找，这几天应该也看够了这个方面的新闻。他可以提早4个小时跟他朋友讲，你现在赶快进场，现在是买股票最好时间。这不操纵股市，那什么是操纵股市呢？对不对？这个本来就跟利益回避的事情啊，所以说在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那另外一个不利的状况，当然我们等一下谈一下，我要去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没什么问题。没有信义是不行的，这当然的确哈。这做完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它是很多，虽然20%，现在增加到28%都中国制造，未来可能还会再提升，因为中国现在额外提一个，中国现在有一个传出他们的那个核聚变啊，可控核聚变啊开始做成了，就是所谓的人造太阳，然后可控核聚变似乎已经实验成功了啊，温度达到1亿度。那他们的官方说法了，实际上是不是我不知道了。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哪一天面商用了，那中国的能源成本会变得有够低，非常低，低到你不敢置信，的低。到那个时候，你有可控核聚变的时候，天下你有。我说真的，天下你有。这个推背图的后面人工智能就根本就不担心电力的问题，因为你有可控核聚变，你的热能发电根本是源源不绝的事情。你只要在土地上所需要用到的电，根本就是用不完的。可控核聚变就是这么厉害，为什么？因为太阳就是核聚变嘛。懂吗？太阳就是核聚变出来的，太阳呢还可以活个100亿年，是不是？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好吗？对，美积电在美国正式营运的时候，最主要它会先毁掉台湾哦。其实美积电有没有在美国正式营运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它要尽快的毁掉台湾啊，因为这个是他们目前为止，美国可以看到国策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尽快毁掉台湾，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他手上已经没有什么牌可以用，我们等一下讲到的事情会更严重。他现在手上没有什么牌可以用的时候，他拿他现在已有的牌，他急着要去跟中国去谈判
啊，急着跟通膨谈判。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于是什么？就美国已经确定可以面临到高概率的什么经济衰退，而且全世界会因为这一次的状况会迈入衰退。这个不要再说是老师一个算命乱讲话，这个你去找任何的有利人士，任何的官方数据都可以给你一样的报告，就是全世界在今年就是面对衰退，没有什么有些人可以例外，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例外，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吧？这也是应验我们自己之前所做的一些预测，必然面临到衰退。这个衰退变成什么状况呢？我们要讲，我去看完留言，好像没什么事情哈。OK， 没什么事情哦。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接着这里啊。那为什么老师说这个事情会有一些变化呢？那首先呢，我们要发现到美国现在有一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它在今年它是有9兆美元的美债，它要到期。9兆美元的美债，中国不过36兆了，目前36兆的外债，它其中9兆美元的外债到期，你要赶快把它卖出去。所以说问题在这里了，它一年的 GDP 就是 GDP， 我记得它的总成长的金额是3兆多美元，那你的到期的国债就是9亿了，那咋办？然后你的利息要1亿1兆，要有1兆，那咋办？你怎么还？你怎么还得起呢？到期你就要还得起呀。所以说，当然就有人就是说，其实特朗普这次做的关税战对等的关税啊，是一个幌子。它里面最希望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它里面最希望能够做到的是，这些人来跟他谈的时候，然后他能够去买美国的公债。所以说呢，之前他们有提出一个这个帮助美国的5个途径，就是你怎么样跟我谈的关税。第一个就是说呢，你出口的装品接受美国关税，而且呢，我课你关税，然后你不能够做报复性关税，就是我可以揍你，他妈不准回手。就是我们礼拜2所做出来的那个节目，就是我狮子可以咬斑马，但是斑马不能够反抗狮子啊。这个我们简单的意思，这可能做到吗？不可能做到。对小国家可以，比如说越南，对不对？这当时打越南立刻就跪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说，他打开国内市场，就是你要开放你自己国家的整个市场啊，停止不公平而且有伤害的贸易行为。意思就是说呢，你最好少卖点我的东西，但是你要尽量跟我美国买东西。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你要开放你自己国家市场，跟美国大量采购，然后你自己东西少卖一点去美国，那你这样买美国的东西，那到底怎么回事？我钱全给你，然后我去哪里赚钱呢？是不是就不合了？所以他需要美国造成的是全世界的顺差，而不要有人对他顺差这个是不合理的。我们之前讲过，为什么会有顺差，为什么会有逆差？我们之前举过行政人员跟业务员的例子，这是不一样的。如果再不行的话，怎么样呢？就跟川普之前所做声明的是一样，你必须提高国防支出，还有尽量去跟美国买军购。之前他要求欧洲这 GDP 2%嘛，对不对？那这个事情，欧洲已经部分照做了，但是他觉得还不够尽量你们还没有去跟我们美国的军工业者买更多的武器。其实买武器能不能振兴美国的 GDP， 这其实是有困难的，因为第一个就是它只有特定的军工产业他们会发财，第二个这些人他用到的人并不多用不多，所以说。你说你提高国防支出，然后呢要去跟美国买军购，其实都是给财团去输送利益的，其实对美国的本身的民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那么第4个当然就是投资美国，并且在美国设置工厂。那设工厂你只是白丢钱进去给美国人花而已，因为不赚钱，因为你人工太贵，你做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卖不掉，完完全全卖不掉。这个老师跟各位去讲胡雪岩为什么会倒闭的原因。胡雪岩他是红顶商人他富可敌国对不对？他有他的钱庄票号，还有他的丝绸，还有他的粮号，是不是？还有他的中药行，就是胡庆余堂，对不对？应该是富甲天下。为什么会倒呢？就是因为他坚持要让苏州、徐州的跟滁州那边的人都要用那些织户让他们用人工去织布，去织这个丝绸但你不能用机器，因为机器一台机器抵过100户的那些织户的工作量，一天的抵量100户的工作量，那么那些织户不是要死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他就坚持说要让这些丝绸全部都给他们织户去做，然后造成说他们不要就买机器去竞争，让这个丝绸价格维持在一定的高点，那么那些百姓不就有了生活了吗？胡雪岩这件事情比川普早了几百年就搞这件事情了，要照顾他们的本地的劳工，让他们有事可以做，有钱可以挣，对不对？看起来是忧国忧民，实际上你是胡七八糟。人家都已经有这个东西了，我做出来的东西既然可以量产了，那么你这个行业就得转型，那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就跟马车跟养马一样，这2个事情你一定得要换。
你就只能变娱乐，你不可能变成交通工具了啊！这个是千百年下来，无论是在欧洲或者在美国，千百年下来，你就从骑马变成开车，那就是必须要做的。现在从油车变电车，那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它会有一个转换点，因为它不可能直接就完全取消掉啊。比如说我们台湾之前有一位已经往生的政治人物就说过，你所有的卡车好像在2035年全部都得淘汰啊，全部变电车啊，这个就照进，因为你不可能那个时候全部淘汰。对不对？因为你要必须慢慢的环境改变，用时代的去渐变，那才行。所以他在投资在美国，而且在美国设工厂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要看产业了。你说美积电过去可能还有点道理，对不对？但是呢，你让这些卖剪刀的、卖一些电脑零组件的东西，你在美国设工厂，还是卖衣服的在美国设工厂，那根本是难以实现的事情。就是实现了，它也是卖高端的产品，它遍及不了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我既然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你不能给百姓所需要，那么你就没有足够的市场去撑你这些从业人员所需要用到的东西，就是你的内需是不足的。那如果内需不足，那你这工厂肯定黄掉啊，一定会黄掉的事情，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为什么是说台湾以前跟香港以前都是尽量的开工厂，然后卖到欧洲跟美国去，原因就是在于是说他们买得起。对不对？他们有这个市场，他们做多少他们都可以收，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钱，有汇率来讲，他们征服了世界，当然是可以。但是其他东西现在就不行了。现在美国过来的东西，舶来品又咋的？不买可以吧？现在你会去淘宝买，还是去美国的亚马逊买？对不对？这个shipping就差很多了，你的运费就差很多了，而且东西搞不好也都是 made in China 的。那你这舶来品现在就没有优势了。比如台湾台北以前的天母那边有很多舶来品店。都是苏拉法国进口、西班牙进口，还有美国进口。现在那些店能活吗？没有什么可以活的。你打那些葡萄牙、什么西班牙、法国的品牌，就是只有吃固定的盘子客户啊，就是附庸风雅的客户，不然他们自己去飞去法国买就好了。因为时代不一样，现在出国这么容易，对我自己飞去买，我买了几个行李箱回来，那我还比你去店里买的便宜。是不是？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第五个就怎么样呢？第五个更夸张了啊！有人提出了这个对美国的谈判的空间。第五个是直接捐款给美国财政部，直接捐款给美国财政部。这个讲得很好，对不对？你明明可以不用抢的，你现在就说我开放你捐款，你本来可以抢劫的，是不是？不用了，对不对？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奖状，捐款给美国财政部。那这个部分其实不是捐款哈，这个部分呢，它的隐晦意思就是你要大买美国公债，而且是要长年期的公债，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今年有9兆美元的美债要到期，所以他要把这9兆变成长年期的，就不是2年、5年的债券，而是至少是30年、50年债券。而这30年、50年债券，大家就会害怕，你美国你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了，是不是？你拿青春赌明天啊？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明天了，那我凭什么去买一个30年、50年长年期公债？而且你推这个公债，我现在就可以确定，因为你还不起。所以你才跟我签30年、50年的公债，这合理吗？这当然就不合理了，对不对？你房子都没有可以到50年的分期付款了，是不是？然后你美债又50年的分期付款，那你不是分期付款，50年还没有分期付款，50年后再给你钱，50年我总统都换10个人了，然后呢，你再跟我讲那个钱要不要还给我，再说，是不是？所以说现在整个美国的债券的市场变得很差。差到说大家都在抛售，这抛售的人是谁？主要就是日本，所以我们标题说日本在抛售美债，因为日本啊。他其实我觉得石破茂他真的是一个很懂美国的人了，因为这次他打这场仗打得很漂亮。为什么？因为他跑去求美国特朗普说：“哎，你看到我们小日子是不是？不要小日子啊，有点贬义。我们大日本帝国跟那个美国啊，从2战以来都是非常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什么美军基地，而且我们是世界上持有美债最多的国家。关于关税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哎，谈一谈嘛，谈一谈嘛。结果呢，你这日本人回去还是说 kiss my ass。”我一个总统竟然就说来跟他谈的人是 kiss my ass， 那请问一下，谁要跟你谈呢？谁要跟你谈呢？那个短片我本来想放抖音的，但是我来不及。一个总统就说别人跟你谈的国家都是 kiss my ass， 这个对吗？是不是？那不对的一个事情，那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莫名其妙。说这个石破茂直接开始抛售美债，抛售美债它是合法抛售，它也没有什么不行，因为他说我要让我的币值稳定，它日币稳定，你卖掉美元的钱呢，变成你这外汇存款来支持你自己的货币，行不行？说日元升值嘛，对不对？所以他让他整个自己的态势不要那么糟，他有没有合理？合理，但是你一抛，加上你要对等关税的问题，加上中国跟你干到底，你如果只抛售关税、抛售美债，那没事情。
那真的没事情，因为抛售的美债的事情，这几年都有做过，2022年下来一直在抛，对，抛补补，这个我们在直播里面一直常讲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你3件事情合在一个，对，3个愿望一次满足，抛美债、对等关税，然后中国跟你死磕到底，这3个合在一起，加上一个催化剂 kiss my ass， 然后呢就爆了。那么报告状况之下，那大家就发现美债突然它的那个殖利率突然飙高到从4.1到4.15到4.25啊，不断的去飙高。这飙高状况这是什么？代表你美债不好卖，所以你殖利率高嘛，大家不相信你哦，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卖不出去。大家可以在市场上互相交易，因为它每一天的交易金额是很高的。美国交易，美国在交易啊，其实每一天互换交易的状况之下，每一天是有几千亿、5000到1兆美元的交易量在这个美国公债市场在交易。但是交易归交易啊，它是交易里面是有一些是大部分，应该绝大部分是它已经售出，那个美联储已经售出来的美债。就是说它已经卖出来了，你们各自去交易，那交易出来了，我这个利率好，那个利率比较快到期了，是不是？你跟我买这些事情，我们互相成为这个准美元的外汇存底，那没事啊，各自有各自的金融调节的空间，那这都不细讲。但是他推出新的美债，我不买，我不买就是不买。短年期的我可以考虑，大家看看感情。长年期的我不买啊，长年期就是你和几十年后才还的事情，我凭什么信你还啊？我凭什么信你，对不对？就跟我房东租房子一样，房子给我，但是我30年后我再给你付房租，我30年后一次付给你，你房子先给我住30年，你会同意吗？不可能嘛！你就买房子，这房子很好，我买了，对不对？地保是什么东西哦，都买了，是不是？买了，我30年后给你房贷，给你一个房子的价金，我没有分期付款，我到期一次给你，过程我可能付一点利息每一年付你4%的利息，然后呢到期我再一次把房子给你。你信吗？你觉得有人会卖给我吗？不会有人卖给我，投期款什么都不给你啊，就要挑把房子给我，那可能吗？不可能。说一样的意思，别人也不会相信你，因为我不相信你能够还这个债啊，我不相信你还这个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很难的是做到是说你美债现在会失衡，到后面你可能就只能要他们国内的企业去吸收这个债券。那你既然要国内的企业，比如波音等等之类的公司去吸收你新出来的债券，可不可以？可以。在日本就纯粹他们国内的债券。那美国可不可以做让国内的人去银行家去吸收这个债券呢？可以。那么关税问题要不要谈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大公司、这些企业如果要吸收美债，那他们也得要有钱去买啊。你叫 Amazon 去买啊，对不对？你叫那个什么 Costco 去买啊，是不是？你要让人家买，你要人家赚钱啊。好了。你现在关税打起来了，是不是物价变高，百姓不买该囤的货他们囤了，后面要涨价的他们也不买了，关税附加费看了就发火，是不是？以前100块美元他们可以买一大堆东西，他们觉得很开心，现在100块美元可能买到的东西可能就一车还不到半车，然后你告诉我是说我生意不好了，我毛利率下降了，因为我要付给你关税，因为他们进口商，然后你再告诉我在买你的美债，那我要有钱了，有钱我就买啊。所以说为什么后面会豁免，而且豁免都是一些百姓会用到的东西，原因各位可以去了解。它不但要撤销对等关税，而且它还要开始豁免，原因就是你这个美债求爷爷告奶奶，外面人不买，那你国内人要买，国内人要买你就跟我谈条件，条件就是你有些东西要让我们能够赚钱。那他开的这个豁免是不是就等于是说他们的进出口就会变得很畅旺？因为我进来我就可以直接卖了，百姓发现便宜的，就之前没有抢过到的，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买了？对，消费性电子产品嘛，我是不是就买了？那美国它其实因为它本身的农业其实还行，它本身农业还行，所以说吃的之外，我用的东西至少便宜吧？是不是？现在人不用电器你怎么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发现整个东西我们脉络就寻出来了。为了要让它维持下去，所以说就必须要豁免关税，为了要让它的公债可以卖得出去，所以是说我就必须停止这个对等关税。但后面要再起不容易，但是他一定要把这个分子找回来，他一定是找什么韩国、台湾、越南、墨西哥这几个国家去下手，因为我们反抗不了，找不能够反抗的是最合适的事情。为什么刚才漏了日本？日本他妈手上还有一大堆的美国公债，你他妈再甩，那你叫他们那些老美还要不要活？那就活不了了。所以说他现在不敢得罪日本，所以说现在日本现在底气是足的。其实有些事情你不能把它说破。有些事情形式上的一些均衡你一直维持住，像这一次的关税战，你让中国看破你美国的手脚，也让日本看破你的手脚。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知道你多弱，最可怕的事情是你的二把手知道你很弱，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各位，
所有团体里面不怕外面来的压力，因为外面来的压力可以促使你内部的团结，但是内部的人发生歧见的时候，那真的是要你命了。比如说织田信长，怎么没命的？战败吗？没有战败。本人是织田信长战败吗？完全没有，自己人嘎自己人，对不对？2嘎1，然后3嘎2，然后都嘎掉了，然后呢，那个活下来的人得到了天下，是不是？但天下谁打了？织田信长，天下不武织田信长。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日本发现，你这个老美，原来你真的是1、2、3、4、5美国纸老虎，不是中共纸老虎，原来是美国纸老虎，那还得了？而在这个东西延伸下去，就发生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第二件事就发现了，现在连乌克兰他也不跟美国特别去谈了，因为他发现美国你也真的是纸老虎，不是人家乱唱的歌，你还真的是只纸老虎啊！就关税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你居然还可以撤掉，所以说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矿产协议不成立，厉害了吧？乌克兰就没办法跟你谈成，美国没法予取予求，因为美国你不行，那么我现在在你不行的时候，我他妈还把我国土下面的这些矿产跟你去交易，你拿什么交易？你自己公债卖不出去了，你现在揭不开锅了，那你告诉我是说你还想把钱给我来资助我，让我去干嘛干嘛的？那我还能够相信你吗？不能够相信啊！开玩笑，亲，开玩笑，你未来的尾款有问题呀，是不是？就像现在很多人跟印度做生意，都是钱全到了，我货再出；钱没有全到，我不出。因为印度传说中就是你提货的时候是不用提货单，人家可以把货提走的啊，这个是市场传闻呐。我很久没跟印度人做生意了，我不知道，只是有一些贵客告诉我，跟印度做生意，他们现在至少都要拿70%到账了，他们才会出货啊。那你在现场有人压货，到了你才能够让人家货提走啊，这个是部分的客户告诉我的啦，我不晓得是不是全部都这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怕你拿了货不给钱嘛，是不是？那乌克兰也会怕，我跟你签了矿产协议，然后呢，你该答应我的事情后来就延迟，因为你没钱了，你揭不开锅了，你这个账到不了了，然后我该履行的事情变成我要去履行，那个时候我在撕毁协议，问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他妈再来哪一个东西，拿2把枪在指我头上说，你货要出啊？那我说你钱没给啊，我钱没给是我的事情，但是货要出那是你的事情啊，对不对？就变成罗生门，就是合约上一个付钱，一个出货。好了，现在你钱没给，但是那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给你钱，对不起，还一还吧。但是合约上你货要出，至于有没有拿到钱再出货，不知道。重要的是我现在要你出货，因为合约说是你要出货，几点几刻你要到货的，那你没给货，那你不行了，那就不行了，对不对？我们就得唠一唠，为什么不行？对不对？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不出货。这个瘦死骆驼比马大，那乌克兰就是嘛，人家瘦死骆驼就是美国，无论如何他还是比你强。所以整个局势下面来看呢，我们又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以色列那个地方，以色列现在这个地方啊，他现在也开始，今天啊，我们看到消息了，就是他开始愿意去跟那些谈加沙地区的一些停火协议。为什么？因为美国没钱了，没钱了，打不起了。打不起状况之下，如果我现在硬要去把伊斯兰的世界啃下一大块肉，那么伊朗兄弟会或是穆斯林兄弟会，他能够跟我善了吗？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传说他是有核武的，但是伊朗他也没说他没有啊。说特朗普现在要跟伊朗谈这个核协议，到现在就变成的是说，美国愿意退一步，但是呢，我们要保证伊朗是没有这个核威胁。就是为什么退缩？因为没钱，没钱，老子没粮饷。没粮饷，你要我怎么打？打坏了，我怎么补呢？就像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故事，什么呢？叫做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意思就是当那个满清啊要去跟那个明军作战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明军那边贪污严重，东厂公共们把钱都贪污光了，是不是？加上小冰河时期，你的那个百姓也开始没有钱去缴这个赋税了。哪怕那个崇祯皇帝努力了30年殚精竭虑，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其实不是没办法解决，他没有做好贸易这一块啊。这个以后我们讲崇祯30年的故事，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崇祯朝的故事，大明朝的故事啊，真的是足以借鉴我们现在整个地球发展的一个趋势，非常有意思，好不好？我们以后会讲这个题目。那就变成说，明军不满饷不可敌，就是我钱到位，我打仗起来非常勇猛啊，就像那个明宣宗一样，打起仗来跟他爷爷朱棣一样，是不是 GD Boy？打起来不要命的，往前冲，打到瓦剌，真的是只能跟你喊不要啦，不要啦，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他就胜利可以拖到大大的疆土。
那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军不买奖，买奖不可敌，不是说他们薪水领不到，就是薪水太低了啊。现在美军的薪水太低了，低到说他们赶不上物价，因为军工教的薪水不是你随时随着通膨去涨价的，你工会有可以去谈涨价，但是你美军跟美国公务员是不能够乱涨价的，他们有他们的规定在。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加上你造船业不是自己的，那你就那些军工产业，军工产业它就算钱给他，它出货时间也不一定很快啊，所以他们的军火并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包括他们六代机啊，美国六代机是不是很强？强啊，F38是不是啊很强？但是问题是在哪里？中国现在是稀土出境啊，它现在稀土出口，那么你就算有这个东西，你要造一个飞机，那中国可以赚5架，然后呢，你用的稀土还得跟中国去买啊。你说它现在有没有库存？有，但是库存你不能都用掉盖新飞机啊，你旧飞机你要维修你也是需要啊，因为它是涂在表层的，对不对？它还是要一直不断的消化，你不是说我做好了一辈子不用维护，它还是要维护的啊。维护的话，你还是用到稀土啊。那还有新的飞机呢？那除了飞机之外，其他的军工产业你都需要啊，是不是？还有你的半导体产业也是需要这些稀土啊。然后中国现在禁止管制稀土出口，那么现在有东西拿来当库存，库存的意思就是什么？用完就没了啊，用完就没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省点用？所以他们现在六代机的发展有这个技术，但是量产有困难。就有困难，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得非常严峻的一个状态。所以美国现在变成了被大家看破，原来你真的是纸老虎，原本你去巡航一下，大家还觉得你威风凛凛，谁知道呢？你这个纸壳子下面，其实你根本就不堪一击。就现在整个世界局势是变化的，但是除此之外，那川普他还是要进行了半导体的国安贸易调查，这个最终还是要拿台湾去出手。所以说，刚才讲这么多，美国这么弱，还是一样，他可以压死乌克兰，他当然可以把台湾给捏死，这个是举手之劳，捏死台湾没什么状况。要么就捏死台湾，要么就是把台湾钱榨光，然后再拿去送给中国，跟他换个新交易。比如说拿台湾，我再也不干涉台湾问题，我完全停止台湾的这个军火贸易，然后中国换取中国去停止对美国的关税，是不是？或者你开放美国的那个大豆免税，这个一做起来啊，那中国你说他不点头吗？兵不血刃，你知道吗？可你要现在想的问题是什么？你到美国这么弱的状况之下，台湾是很容易被交易的，而且是可以做到兵不血刃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回归了，这是很糟的状况，各位知道吗？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状况是这样，不是什么大罢免不大罢免会不会成功的问题，而是在于台湾没有反抗的权利。台积电是外资。他今年真的要去，无论如何，他真的要去，我们只有投审会或者我们的一些经济部可以制止说，你现在不能离开台湾，我们只有这段防线。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就是去阻止人才的流动，他真的是内部发说，你工程师全部轮调到美国，那他还是在美国可以做，因为台湾有的设备，美国也可以买得到啊。美国买不到爱斯摩尔的机器嘛，也是有啊，对不对？都有啊。那就是变成是说，你整个东西我们是没办法去抵抗它，既然没办法抵抗。那么我们就只能顺从，顺从了，如果就好果子吃，那也就算了。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这些豁免清单里面，我们真正的台湾制东西是不多，虽然它没有限制到哪个国家，但是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中国制的，那我怎么去玩呢？你就根本就是玩不了。所以现在他们要扳回这个面子，就一定要去做半导体跟高科技跟在美国之间的一个势力。没有做出来是不行的，当然实际上你就算叫到美国去，你盖完的时候，中国已经做出3奈米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即使现在台积电搬过去，你要让它能够开始投产，那也是明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有3奈米了，但是这件事能不能不做？不行，美国一定得做。所以说这2年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国已经被看破手脚了，那整个世界对他来讲是很不行的。而中国对于这次的这个关税会不会是说他们受到伤害？当然也是有伤害的，因为他们很多原物料真的是卡在港口，你就出不去了，卡在港口出不去了，你就完全就直接被取消订单了，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没有那么高利润的，原物料的，比如说一些它的半成品的东西它利润是不高的你不要说30%了。你有个10%，你就觉得哇，这烧高香了，今天这单赚爆了，因为它的金额很高。除非是一些小商品比如说国旗万圣节商品那些本来就很便宜的东西，1块钱美元进口加上100倍的关税，那也不过2块钱，送你变3块钱，但是它卖出去就是30元，所以它没差。但是其他原物料设备就差很多了。所以说美国对大陆进口商品课145%关税中国就开始发动了反关税。那现在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就进行了一个什么叫做外销转内销
的一个扶持计划，也包含了京东啊，还有其他的阿里巴巴旗下的，比如说淘宝之类的，还有拼多多这个砍一刀拼多多这些大的电商啊，就开始进行了什么无本的爱国生意。什么叫无本的爱国生意？因为他们这些平台提供的是一个交易的场所，他们自己并没有损失，他们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人，包含抖音也是一样，它没有什么成本，成本就是流量费但是流量费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你只要有人，你有交易就行了。所以抖音现在不只是什么，不只是一个娱乐平台，抖音现在最能够扶持就是卖货。你最希望你直播卖货，你卖的越多，我给你流量越多就看你转化率 KPI，就明白告诉你，你卖的越多，我流量给你越多。那回到重点，那现在刚刚讲到了这些拼多多、京东、阿里还有淘宝、阿里巴巴这些东西，他们就直接宣示，他们要针对的什么？针对这些外销企业展开24小时的绿色入驻通道，也就在这24小时之内，你直接进来然后呢，我就变成外销转内销，然后我的流量就直接给你们这些的账号里面，让你们的东西可以在国内卖得出去。当然也是算命说中国没有钱了，你还能买什么东西？这讲是一回事有流量我告诉你，你就卖得出去。你有流量你就卖得出去，这个很事实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流量你一定卖得出去。所以这么多的状况之下，他们至少可以减低了这些外销产品的一些损失是会有的，但不是什么都卖得出去啦，对不对？有些东西你就是没办法内销的，那当然真不好卖，那这个也是经营风险，不能说它流量倾斜之后然后他们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不可能的，能够解决40%我告诉你，就已经是这他们的政府很厉害的决定了，因为只要能够消化40%外销的订单，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是丰功伟业了，因为外销的东西是量很巨大，然后也不是内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才要外销。比如说你总不会把稀土变成了那淘宝上卖吧？不可能对不对？很多东西也是没办法在淘宝上卖的，也都还是小商品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为了提振民心士气所进行的一个事情，这个是要注意到在中国还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是美国的政府就比较难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自己自产自销的供应链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工业，就很简单一件事，没有工业。所以老师这2年一直跟各位讲，一个国家没有工业你没有这些基础工业，那么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国家很强大。所以我现在跟各位一直讲，中国它的强大是强在它有很大的工业的基底，因为它是精致工业，它不是只有人口红利的劳力工业，它是有精致工业的。但是美国不一样，你的非农就业指数，你现在是美国80%的人都在做服务业，各种各样的服务，你要服务你没有东西去服务嘛，你就技术，问题是你的人65%到70%只有高中毕业，你要人没人，对不对？你就靠那几个天才，少部分顶尖的天才。然后去维持美国的经济吗？你靠了去端盘子，你去维持美国的经济吗？不行的，不行的。地里长出来，然后那个人手做出来的东西，那才叫竞争力。所以美国的美牛有竞争力，美国的农产品有竞争力，那现在没有了，因为他们人工贵，他们肥料也贵，说他们逐渐丧失他们竞争力。所以其他地方包含南美，然后包含南美国家。他们的农业商品，比如包含阿根廷这次本来是说那个美国的国务卿要去拜访他，但他直接宣布了跟中国的一些本币互换交易要延长下去，意思就是呢，他们的一个阿根廷的货币要跟中国的人民币要做一个一定的交流，不能说绑定了，就他们有这个互相互换的一个特约模式。那是不是这个就是阿根廷的救命线？因为阿根廷是没有什么外汇储备的，因为他们历届贪污到他们的经济很差。说米雷伊他可以做休克疗法，弄民怨载道，但是他的休克疗法，他有尽可能的低头，主要跪着去找中国想办法。但是美国不能做休克疗法，当时我们就说美国绝对不能做休克疗法，你一做你就真休克了。现在休克了没？那休克了，成功到成的休克了，是不是很成功的休克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个40艘货船它里面有多大的重量呢？大概240万吨的大豆，也就是他们的中国大陆33%的压榨量，一个月压榨量。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了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在3月底还有60万吨已经售出的美国大豆还没有运出，意思就是它被中国的一些订单给 cancel 掉了。为什么？因为你还没出港嘛。那说我们就不买了违约金罚一罚也比你做付关税便宜吧，对不对？因为中国进出的关税是125%，所以说我就 cancel 掉了不然的话我根本就承受不起，老大没办法对不起那个请大哥去给大哥原谅一下，我付你点违约金，我们这就算了。那个大豆就停在美国的港口，
出不去了。那出不去怎么办呢？你拿回去自己吃吗？不行嘛，对不对？回去做豆腐嘛，不行嘛，是不是？这就有状况了。美国好像没有自己做，没有吃豆腐的习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整个世界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整个经济啊一定会一个很稳定的往下的风险。所以说还是注意到一件事情，不要去投资市场啊。老师之前跟各位讲，在关税的时候就跟老师跟各位去讲，美国的关税它是不是像篮球一样咚咚咚咚，是不是往下坠？实际上这礼拜的股市是不是咚咚咚咚咚？是不是这样？老师有没有说错？它一定会反弹回来，然后再下去，再反弹回来，再下去。所以这个就是跟各位去讲啊，我们的刘月上个月就讲了，不该进的时候你不要进，这个月也给你讲了，不要这个时候想去捡便宜，捡便宜你可能上去又下来，点数一样，但是你出场了，你亏光了，因为你做空，它暴涨之后隔天暴跌，你做空也输，做多也输，因为你就没那么多本，你做杠杆你不找死吗？不找死吗？对，但是在之后也是一样，所以请各位记得，能够不要进场投资，你就不要进场投资。现在不是我们的时候，你真的要去赌一把，那当老师没说，你自己心里准备好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去记得。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去买房买车，现在不是时候。我不是说阻止经济发展吗？我也没那么火啦。我今天我直播下来，如果有100万人看，我告诉你，我就不能这样讲这句话。但是感谢各位，我们还有几千人看。那么我就可以救几千人。你现在就不要买房，你不要买车，你也不要去投资，把现金牢牢守着。不要跟我讲你现金战胜不了通膨，你不要战胜了通膨了，你他妈能够活下去，你是最第一大的问题了。再来，我在公开讲，不要再来问我，老师我买指数可不可以？我买什么可以？我他妈是一个算命的，我是一个法师，好不好？我是一个法师，你不要一天到晚来私信问我，是说老师我想买 CFD 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买长年期的那个美债？我可不可以买什么什么？我是一个算命的，我也不会去算你到底投资会不会赚，好吗？所有东西我都公开来讲。黄金能不能买？我唯一可以讲就黄金能不能买。黄金一句话，你能够放10年，你就一定可以买，因为放10年你是100%是赚钱的，赚多赚少而已，而且有可能提早就赚钱。举个例子来讲，2年前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人买到现在如果没卖，那你就赚爆了，那你就可以现在卖掉了，对不对？是不是就赚到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嘛，你放10年一定会赚，中间有高有低，低的时候也有没有低，买了就立刻跌了也有啊，心里很不爽，说现在跌了怎么办？我说没有，你放10年就 OK， 搞不好过2年就赚了，过2年还真的赚了，是不是？所以说唯一可以跟你讲的，买黄金现货、金条、金块的这种东西，放10年稳赚不赔，比你房子还给力。房子10年后你不一定会赚，但是黄金你无论是今天变成什么样的状况，你都是赚爆的，好吗？一定赚了，因为它可以随时变现，都没有问题，好吧？好，就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川建国跟拜振华，拜托我就没听过了，但我听过川建国跟拜振华是有。OK， 美式民主拖垮了国力，应该算是其实。老师之前有没有记得？老师大家选举的时候就说，贺锦丽上台，美国立刻完蛋啊！但是拜登上来，川普上来，1年或半载也完蛋，有没有对？他因为贺锦丽没上嘛，对不对？但是川普上来，很多人看好他，美国会迎来一个非常伟大的时间，Mega 一定会成功。我就跟各位讲，他这个命格上来不是1年就是半载，美国就完蛋，有没有准？不要说我这只会讲财经，不是好吧？我是个算命的，我现在跟你讲就是我预测出来的结果，结合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情，我继续预测未来。怎么预测的？难道我要跟别人一样排出盘来告诉你这个甲乙丙丁吗？我告诉你，本门的特色，不用告诉你为什么，但是我就是可以讲得准，就可以讲得准。上次我去中国，有人问我说：“老师，你这个要学多久？”我就跟他讲，你只要能够寸步不离啊，跟我3个月。你至少有60%到70%的水准，他就说：“老师，那我现在可以报名吗？”不行，好，没办法，我有自信了，你真的可以跟我3个月寸步不离，天天跟我学习哦。你至少最少都有6-7成的水准啊，出去开宗立派是没有问题的。哦，南民主啊，我们下次再讲，就没时间了哈。台湾这张牌去制裁中国，美国没有办法经济制裁中国。是没有办法的，好吗？这个已经很确定的。
这一次的这个对等关税的问题已经确定了，美国无论如何用任何的角度都无法制裁中国，这个事情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事情。所以说有没有台湾，美国已经无法去制裁中国，这也是确定的。而这个确定就变成一件事情发生，然后跟各位多占3分钟的时间。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如果两岸发生一战，那美国会用经济制裁或是金融制裁中国。现在这一次对等关税之后，这个所谓的当中国武统台湾之后要制裁中国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完全全的不可能。美元指数都在100元以下了，所以说已经没有人会去跟着美国去制裁中国。板上钉钉，绝对铁定钢定钻石定。因为这一次的关税已经暴露出来，美国真的是一推就倒，看起来是肌肉满满，但是实际上你可能拿不起2公斤，外表看起来像个壮男，其实他是一个细狗，这个是确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不用想说制裁中国这个4个字这么有趣了，亲爱的，美国再也没有能力用任何方法制裁中国。我再讲一次，美国自此开始没有任何的能力、任何的方法、任何的管道跟任何的武器可以制裁中国。这一次的所有关税战，中国赢麻了，赢到麻掉了，跟我早上睡起来手压到麻一样，赢到麻掉了。所谓抖了那个麻掉，没有开玩笑，绝对是这个样子。北大发明无矽晶片这个事情，这个我有听说过哈，这个我有听说过啊。它那个无矽的晶片，它是另外一种方法去制作的但是它现在还没办法商用。速度快，这个我知道啊，这个的确有这回事。但是第一个我不是理工科，我不然没办法跟各位讲的很好。但实际上呢，它这个东西还没办法商用，实验成功离商用可能还要1-2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好吗？感觉投资大陆还是比较好一点。也不会，因为大陆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的人口现在逐渐下降啊。我们很简单一件事情，当中国的 AI 越来越强，人口就逐渐的开始下降，房地产也投资不起来。最好的管道，我还是讲一句话，你要稳定，你去中国没有问题；你要发财，你得到东协国家。这个我之前讲过的事情，现在依然没有变。为什么？因为东协它有这个经济平衡的要素在，所以说投资东协，那你可能获得会比较好。但是你投资中国，你可以稳定，但是你赚不了太多。但是投资东协无论人或者是你的知识在那边是最好的这个我可以保持说，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好吗？这个世界的趋势就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再回到一个2020年跟各位预测，2020年没错，2020年给各位预测过的，世界的势力会分成4大板块：俄罗斯、中国、欧洲、俄罗斯、中国、欧洲还有美国这4大。而且我当时讲过，美国它会回到地区性的强国。现在看来，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机会？因为欧洲因为这次对等贸易关系跟美国闹掰了。不能说全部脱钩啊，但是以后你讲啥我不信你，除非明天川普卸任就一种方法而已，对不对？除非明天川普卸任，不然没办法。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这一切我们都要去注意，世界的发展并没有那么样的困难。陈老师的节目，你就可以掌握世界了。好，最后提一下哈，那个我们的那个春季的补运法会啊。我还是法师哈，记得我不是金融分析师哈，我是法师。你可以说我是法师，也可以说我是心理咨商师，但是我绝对不是做财经的，好吗？我不是财经频道，好吗？乾坤门武术那记得那个我们要报名到礼拜3最慢礼拜3了，最慢礼拜3，然后可能就是后天可能就关闭了，因为没来不及那个老师要做很多补充第二个就是要学老师技术的八字在下面可以直接报名。那风水的，我们最近会争取各位的意见，就是我们教的内容还有我们的金额会出来，我们叫尽量便宜一点了。风水这个东西，你学会了是一辈子好用，而且你的收入会比较高这个一定比较高。那这个老师考虑一下造成我应该也会做成一个阶段式的价格了，就是早报名的便宜，然后越到后面我越涨越高这个是一定会的。风水最后一定是涨到高价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难学也难精，你没有老师带，你学不会。你书上教的一定都有很多是假的，窍门一定给你讲假的。没有人不要说老师乱讲话了，你是风水师啊，你会把你毕生跟师傅那边爱被给我部去递烟擦茶，我们还帮他洗马桶、洗厕所的这种悲惨过程，然后我写成一本书卖你299，你会就是你会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我他妈拜师吗？跟狗一样去学，然后呢，你要我卖299一本书，给你写好我所有的奥义进去。不可能的事情，你也不会。哪天你变成风水老师了，你教学生399问到饱，你干不干？
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有老师在没老师在差很多的。好，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是陈老师，感谢曲老师的赞助啊，感谢各位的赞助跟参与，我们下周见。